我砍不死你是吧？我扎死你！晴儿啊，这个小子来了。杀了他！老爷刚才差点被……行了，子枫，来的太及时了，好功夫啊！哎，子枫，我都猫到这儿来了，你怎么找着的我呀？刘大人，皇上派我来召您进宫。老爷，这回躲不过去了。行吧，哎，行，哎，子枫，那你怎么来的？骑马。好，马归我，事儿归你啊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报官抓人呢，我去见皇上。人儿走。王公公，刘墉一行已经安全护送至东昌府。那个响马胡将。不能再让他开口。属下遵命。傅大人，何大人对这房子安排还不大满意。刘大人，这还真不是卑职有意而为。实在是我们这东昌府住房条件有限，迫不得已。好事啊，傅大人，这只能说明您上任以来清正廉洁、勤俭节约，这是好事儿。哎呀，刘大人说笑了。哎，傅大人，这个贾御史一案，您查出点线索没有？有。您请过目。这是一块响马用的令牌，是卑职到了东昌府之后，在这衙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。这能证明什么呀？这块令牌啊，刘大人、傅大人，与胡江一起行刺的同伙，他没有一个活口啊！这是何人？将钢刺打得如此之准啊！哎，傅大人，这只能说明您呐深得民心，有人暗中相助啊。刘大人过奖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将贾御史查抄东昌府一案，跟刘大人说说。是，请跟我来，二位大人。刘大人，当时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啊，就是在这儿颁的这个圣旨。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带着很多衙役把这个东昌府全部给包围了，可谓滴水不漏。抓到这个蔡永昌之后，问他这个赃银跟赃物的去向，他是死活都不说。可是没想到，后来他说漏嘴了。这蔡永昌说了句什么话呀？就让这贾御史看出问题来了。对，他说了一句什么“我蔡某人视金钱如粪土”，结果把自己给卖了。那贾御史啊，当即就从府衙的茅厕里、后花园的枯井里，还有公堂的牌匾后边，搜出数不尽的金银财宝、古玩字画。
大人，此案看似合情合理，但却是过于牵强。您想想，单凭蔡永昌一句“钱财如粪土”，他就能抢到茅厕，那这个贾玉石也并非常人。那万一要是个巧合呢？就算是巧合，那其他藏匿赃物的地方，他又是如何得知呢？二位大人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卑职先告退了。你去吧。是。我明白了，傅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说呀，这个贾御史啊，在查抄蔡永昌赃款赃物之前，他就知道这些东西的去向。此举的目的，无非就是在糊弄大伙儿。正是如此。那他跟这块令牌又有什么关系？胡家兄弟这批响马盘踞东昌多年，我曾派兵前去围剿，但每一次，他们都能提前得到风声，继而逃之夭夭。所以卑职斗胆猜测啊，这东昌府内肯定是有人与他们暗中勾结，甚至我都敢说，东昌府知府蔡永昌就是胡家兄弟的保护伞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这蔡永昌啊，跟胡家兄弟这就是唱了出双簧？没错。什么目的呢？卑职认为，蔡永昌是想全身而退。在此案事发半个月之前，卑职便已得到对蔡永昌贪赃枉法的匿名举报，并同时进行调查。而且已经基本掌握了蔡永昌犯罪的证据。您这么一说就合情合理了。哎，傅大人，您在查缴胡家兄弟剿匪的时候，可曾发现蔡永昌啊，或者说那些赃款赃物啊？未曾查到。不过这也并不奇怪，山中响马一向都是狡兔三窟，这也正是我要通缉这些漏网之鱼的原因。因为我相信，这个胡江肯定知道蔡永昌赃物赃银的去向。那他为什么胡江还要拦路喊冤，自投罗网？这是什么目的？这个，刘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蔡永昌生性多疑，且行事谨慎。胡海被抓入狱之后，他一定是收买，甚至是威胁胡江前来喊冤。一是来打探胡海的消息，二是来干扰大人您的判案思路。当然了，这也并不排除胡江确实是想救其九族的性命。好，看来我还真得亲自会会这胡江啊。现在吗？不是，我呀，得先甩掉和珅这搅屎棍。老爷，他们好像喝上了。喝上了啊？救的什么呀？哟，这个我还真没看见有人往里送菜呀。干喝呀！哼，佩服。去，继续盯着。哎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事陋室，惟吾德馨。破地方，破地方，破地方！
我腾住！老爷，他们还喝着呢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张嘴敢胡说，你敢跟我说他们还在喝着？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快打杯水来！哎。哎，大人，何大人，这怎么都睡着了？大人，钦差大人让你们都退下。是是。这位壮士，我今儿啊敬你一杯，啊！哎，我就这么一直举着呀，是怎么着？哎，哎，好，你这倒痛快，我这还没喝呢。行，早喝也是喝，晚喝也是喝啊。酒还不错。傅壮士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哥俩呀，落草为寇也是万般无奈，迫不得已。不然的话，咱们大清现在盛世，放着好好的日子，谁不想好好过呀？我说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兄弟二人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所以才落草为寇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毕竟是落草为寇，为祸一方，这个罪过死罪难免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保你九族的性命。大人相信我们兄弟二人与贾帅圣旨无关。这个信与不信呢，它不是我说了算的，我们是讲证据的。大人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废物！何大人，傅大人，哎，今儿啊，我呀，很想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这一想啊，我这心里头恼啊，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哎，走。刘大人，哎，哎呦，两位大人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？邱大人，您这是因成性，醉梦醒时却是山阴呢。他喝醉了吧？他啊？别装了。没想到我们俩能醒过来吧？啊？什么呀？敢问钦差大人，您这是在哪儿喝的酒啊？跟胡江喝的。胡江？那胡江跟您说了什么了吗？他说他呀之前有块令牌丢了。他肯定还说，那块令牌是我偷走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行了，钦差大人，您喝的也不少了，赶紧回去歇息。
也好也好，咱们改天聊，改天聊。哎呀，这个刘大人啊，当钦差可惜了，应该去唱戏啊。傅大人，刚才您二位说的令牌，傅大人，您也回去歇息吧，卑职这头还晕着呢。这刘墉也真是，太不是个东西了，连老爷也敢骗。这个刘墉，我真是服了他。不过也合乎情理，他应该早就看出来我与胡江兄弟有私仇，所以才故意避开我。就是他用这个手段，哼，哎，这倒也符合他的做事风格。刘墉啊，刘墉，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啊！来，干！来，不要过来！你们是谁呀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求你们不要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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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们不要过来！呀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发病了？不知道。老爷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甩开和珅还有情可原，可你没必要把傅大人也甩开了。毕竟你们两个是一条船上。一条船上怎么了？一条船上我就得老得带着他。呀，老爷呀，不带的也成，可你没必要用迷香把傅大人迷晕嘛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山东巡抚啊。巡抚怎么了？和珅还是九门提督呢。老爷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甩开傅大人呀？你不是说一出京城，你那个脑袋就灵吗？仔细想。老爷，咱刚一到山东，我这脑子又生锈了。我知道老爷你是有大智慧的人，还望老爷多多指教。我甩开傅国泰啊，我是看他看胡江那个眼神。眼神？傅大人眼神不好，走不了夜路。这，你没看见他看胡江那个眼神吗？一进东昌府我就发现了，很阴险啊。阴险？哎，老爷，你是说傅国泰想阴胡江？哎，这就是个瞎猜嘛。所以啊，我审他的时候，我把傅国泰我给甩开了。这一甩对了，还真审出事儿来了。这俩人啊有仇还不小。那傅国泰就是公报私仇了？也不能说没有啊。但是你要说傅国泰，他为了扳倒蔡永昌，做了这么个假传圣旨的案子，这我就不信了，他没有那么笨呀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听人家胡江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毕竟是傅国泰先偷了人家胡江的令牌，然后才发生了假传圣旨。你糊涂啊，心儿啊！傅国泰能公报私仇，那胡江就不能倒打一耙吗？哎呀，老爷，那他这耙子打的也不准啊！人家傅国泰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了。他怎么知道？老爷，你忘了咱们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傅国泰跟你说的什么？对呀，傅国泰怎么会知道胡江要说什么呢？难道说这块牌子还真是他偷的？呀，老爷，案子破了。这假传圣旨的主使人就是……难道说真是傅国泰？
为了扳倒京城的某个大人物，铤而走险。那一个毛贼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小人，通知傅大人，提审胡江。好嘞。钦差大人，胡江死了。大人，刘大人，胡海也死了，没有新伤，是旧伤感染，没顶住。有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没有？回大人，胡江死之前仿佛发疯一样，喊了很多胡话。诸位大人，仵作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都别乱动。傅大人，来了个小娘子，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哎，诸位有所不知，这位是我们山东境内最有名的仵作邱燕飞之女，邱梦楠。哎，你父亲呢？回府台大人，家父身体有恙，不便前来。这位姑娘，请叫我仵作。麻烦请你让一下。哦，好。此等案件最好在案发地对尸体进行尸检。如今尸体转移至尸房，太多的线索和证据都给弄丢了。这点道理，几位大人怎么能有所不知呢？邱梦楠，哎，傅大人，这个邱仵作说的是对的，这个确实是我等大意了。验尸就验尸啊，不要搞这些小仪式。死者为大，请放尊重点儿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何大人，邱仵作说的有道理。你，哎，何大人，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，这样，您上门口休息，啊。那卑职陪何大人在外面待会儿。这位大人，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。我？正是。啊，好。填写死者无中毒迹象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好，写完了吗？前面的都写完了。我已经检验完了，死者死于暴击，无他杀迹象。哦，
哎，那他脖子上那道抓痕，那是他自己挠的，何以证实呢？你去看看他指甲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位姑娘啊，请叫我仵作。仵作姑娘，你可知她死于什么暴疾？如果大人能征得家属同意，我想抛尸。老爷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抛尸呢？他太嫩了。也是，这邱仵作长得又嫩又白，真好看。我说他长得嫩，我说他那个手法太嫩了。毕竟刚刚20出头嘛，太年轻。媳儿啊，我就说他嫩，他爹可是个老仵作呀，怎么没有怀疑呢？这怎么还就撂倒了？这就瘫痪了，你不觉着蹊跷吗？对谁怀疑啊？谁瘫了？哎，老爷，你觉得这个胡江到底是怎么死的呀？不是说病死的吗？老爷，你快别兜圈子了。不是说邱仵作判断有误吗？我没说过，我说他说的对。人嘛，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？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老爷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想想啊，胡江刚跟你说完富国台的事，他就病死了，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？媳儿啊，你觉着哪儿不对劲儿？这分明就是富国台干的，杀人灭口。哦，媳儿啊，那这么着，你现在就去按人毒计把他抓了。老爷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我再给你念念经。行了，别念了。走信儿，咱们呢看看去。死了好，死了干净，死无对证。老爷，还是您高明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这话如果让别人听见，以为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奴才不是那意思，奴才是想说……你想说个屁！老爷，咱上这里干什么？刘大人，干嘛呢？您这是？这就对了，味儿不一样就对了。您说什么呢？什么对不对的？何大人，何底泥呀？何底泥？何底泥。本来我呀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判定一下这胡氏兄弟是不是真凶，因为这哥俩是土匪，常年生活在齐群山上。那么他脚下或是哪儿要是有土的话，它也是山土。但据我观察，这撮土不是山土，它是河底泥，还夹杂着不少水草呢。那刘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咱们得查清贾御史严秉正从哪儿来的呀？刘大人，这个河底泥您是在哪儿发现的？就在装赃银的那个箱子底下呀。刘大人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先查清河底泥的来源。这个河底泥和山中土真的味道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它这个山中的土啊，它常年暴露在户外，日晒雨淋，它有一股土腥味儿。因为山上林高日照，它有潮气。河底泥它就不一样了，常年不见天日，埋在河底下，对吧？
然后再加上这个水草啊，什么腐烂的鱼虾呀，它有一股腥臭的味道。啊，行，可以了，我信。刘大人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咱们现在首先要查清楚这个假传圣旨之人是否是汤河过来。汤河过来的，那他衣裳不就湿了吗？那他的鞋底上怎么会沾有河底泥呢？哎，傅大人，咱们东昌府最近可有正在修建的河道？刘大人，这就是东昌府正在修建的河道，后来因为经费问题，停工了数月。傅大人，刘大人要找的是正在施工的河道，这都停工数月了，找着了有什么用啊？何大人有所不知，东昌府境内只有这一条河道，那不还是等于没有吗？没什么线索。现在河道都种满了，即便是干的，它也是杂草丛生，哪儿找线索去？你看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不过呀，那个贾御史，他一定是从河道那边徒步过来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抄了蔡永昌他们家之后，是用马车拉着蔡永昌跟财物，那么这个马车就一定是在附近租的。卑职明白。来人，福太大人，立刻派人严查方圆10里的马车店，看看案发当日前后是否有官府之人租用。是。卢妈，您先忙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做饭。爷，喝药。哎，小心烫。爷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这牢狱里死了个人，让我去验尸。这种种迹象表明呢，他都是病死的。可是有一个姓刘的大人，他对那脖颈上的细微抓痕产生了怀疑。那刘大人特别逗，他还在那尸格上特意写上这么一句，说脖颈处有细微抓痕。你说这么点抓痕也不至于致命啊，是吧？爷，你别着急，那些细节该验的我都验了，那手指甲我都检查过了，那抓痕就是自己所为，不是别人所为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拿东西啊？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那柜子是吧？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爹，你是让我给你拿这个吗？这仵作手册。爹，是女儿大意了。原来这些毒虫真能致命啊！上得马庄。是的，大人。就在假传圣旨案发的头一天，确实有一伙自称是官府的人到达了上德马庄，他们在那里租用了2辆马车，之后却没有还回去。数日之后，马庄老板在城郊的树林当中发现了被遗弃的2辆马车，据他所说，其中1辆有被改动过的痕迹，是不是改成囚车了？大人恕罪，这个卑职尚未查清。甭查了，肯定是。吴大人，这就对了。
您想啊，他是从河道那边来的，他还得回到河垛那边去呀。这河道上不能通车，他得找条道，不是？来，你告诉我，这马车的位置在哪儿啊？大概在这地方。没错。附近有桥吗？的确有一座小桥，但是根本就无法通过马车。更对了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车的原因。您想啊，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，他得换个小车他才能走啊。甭问，这还得有人接呢。您看这地图啊，周边20里荒无人烟，你说这财宝他藏哪儿？除非藏山里，否则他得找个地方落脚。奔哪儿呢？周边5个村镇，哪个？这都得2个时辰以上吧？啊，最近的吉阳镇。那这个贾御史还有那批赃银，就在吉阳镇。哎，何大人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这是您猜的。我是说，他们要万一去了，肯定能留下痕迹。刘大人，我马上派人前去调查。不行，胡大人，还真不行。您想啊，他们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您这明火执仗的一去，他们肯定就转移或者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呀微服私访，拿出证据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也好，那卑职陪刘大人一起去。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傅大人，您这张脸在山东地面上，谁不认识啊？再说那帮是什么人呢？御史他都敢冒充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！我看呐，还是我跟何大人，我们俩一块儿去比较好。您说呢？我就不去了。刘大人微服私访，这东厂府总要留一个人坐镇的嘛。你看我这脑子，我给忘了，人家何大人是来协助我断案子的，你东厂府不得有个人留守吗？对不对？说的对。哎，何大人，那屋里闹鬼那事儿，您不怕了？迷信，这世上哪有鬼啊？好，行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胡大人，您的意思？哦，我没有意见，就这么说了，您派人保护。好，谁呀？大半夜的干什么？别闹啊！挺好。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，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？有，大人，你写的那道抓痕的确是胡江所为，而且经我仔细检验，发现上面还有一道毒虫叮咬的痕迹。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虫，这毒虫的毒液进入人体后便会置人于死地，事后还根本都查验不出来。什么虫子呀？这是？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家父曾经历过类似的案子，所以他有过记载。啊，他怎么记载的？记载内容倒没什么，画过类似毒虫的草图。反正我觉得胡江的死肯定跟这毒虫有关。这种虫子它叫什么名呢？没名字。那你把你父亲那个记载给我看看。忘带了。你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能忘了？姑娘，这很重要。对不起，大人。没事，挺好的，可以啊。行了，这到了吉阳镇了，跟他们说，都管住嘴啊。好嘞，都管住嘴啊！老爷，看来今儿个不宜出门啊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都有凋零的时候。来，给人家让让道。
刘星啊，别让了，你让他们站住，快点！哎，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没看见我们这儿出殡的吗？敢问，死者是何人呢？是我父亲。你父亲？你亲爹呀？当然是亲爹了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在这儿胡搅蛮缠呀？赶紧滚蛋！逆子！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要叫我说，你父亲根本就没死。你听听你刚才嚎丧那个动静，你那哭声就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你说在这儿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吗？这古人云呐，夫人之所以亲人者，有疾则忧，临死即惧，既死则哀。你听听，你哀吗？我没听出你哀来，我就听出害怕来了。要叫我说，该不是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子孙把你亲爹塞棺材里要活埋吧你？哎，乡亲们，你们千万别听此疯人在这儿风言风语。他是揭露你，敢不敢把棺材打开，让大伙儿都看看？胡闹！家父尸骨未寒，岂能容你在此放肆？那就是不敢呐。这位乡亲们，想不想做个见证啊？啊，看看我说的对是不对？咱们这么着啊，我要说错了，在场各位输你们每人纹银10两。哎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刘景啊，把银票掏出来。绝不食言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在侮辱家父呀！别！他今天要是说错了，乡亲们，不但要他银子，还要打死他。老爷，这回弄不好咱们就要被打死，这次是不是玩大了呀？什么玩大了呀？老爷打赌什么时候输过？再说我也舍不得那张银票。是啊，咱是想来账，但是您这有没有谱啊？有谱，那棺材的重量不对。大人是认为抬棺受力有问题。又和上次一样。你听听人家邱姑娘怎么说的啊？我断定啊，她那棺材里装的就不是人。哎，那您都稳操胜券了，还愁什么呀？我是愁啊，你看看这帮人，见着俩钱儿那个德行。哎，星儿啊，你跟我说，咱这旁边是跟着卫队呢，是吧？对呀，跟着呢。那就好了。哎，这仗就好赖了。哎，住手！住手！不能抢，不能抢啊！哎呀！哎，看看，看看。别抢了，别抢了！发什么呆呀？叫人拿下呀！对。别抢了！求你们了！来人，拿下！别抢了！别抢了！别走！别走！干什么？你们别走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啊！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了！这位是朝廷的钦差大人刘墉，刘大人。哎，也可能不是。钦差大人，饶命啊！钦差大人，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事儿也是他们雇我这么干的。谁雇的你啊？是哦，他们现在还都在我家呢，进镇子左手边第一家。刘显儿，留几个人在这看着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，你们俩在这看着，你们几个跟我们走。是。大人，你们发现一具死尸。
刚死不久。仔细看一眼。大人，这尸体的死亡迹象跟胡江同出一辙，而且脖颈处也有一个毒虫叮咬的痕迹。刘大人，留在镇口的捕快全被杀了。大人饶命啊！我们看见那几位捕快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，躺在地上抽搐着。当时我们都吓懵了，都怪我们财迷心窍。趁机拿了那些银两就跑掉了，其他真的一无所知啊！大人，刘大人，这些抢夺银两的村民该如何处置啊？他们也是见财起意，也是初犯，从轻发落吧，一人20大板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些尸体上也发现了毒虫的咬痕。这会儿你父亲要在就好了。对不起啊，大人，我要带着那手册就好了。没事儿。明天啊，把屋里那具尸体，以及所有这些尸体一并带回东昌府验明正身。你们县官呢？回大人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胡闹！小小吉阳镇，1天之内8条人命，他还在赶来的路上。回大人，这个确实是小人的失职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这么多人！同志大人，邱仵作人缘太好了，想你们知道情况，都想来送他最后一程，所以让他们赶紧散了。
保护好现场。哎，好嘞。大哈叔啊，六舅老爷，行了行了，全回一点。乡亲们，回去吧。怎么样？您查出点什么结果没有？验了，那个谁，把诗歌拿过来。不用，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。邱先生是死于意外，溺水身亡。溺水？对，溺水身亡。就这小鱼缸，给人淹死了。姑妈，是这样的，昨晚我孩子生病，我急着回去送药，临走的时候我忘了给邱先生倒杯水放在旁边，因此邱先生口渴难耐，不得已去水缸寻求水源，只有水缸的水才可解燃眉之急，岂料一不小心掉入水缸之中，头部进水身亡。您分析的呀，是真有道理。哎呀，快，扶我六舅老爷赶紧去休息啊！快！对了，来人，你带着他去录份口供。哎，啊，快去吧。贾大人，怎么样？我六舅老爷宝刀未老吧？啊，哈哈，嘿。站住！不能让他们过去啊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你们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吧？你们这拉这么多尸体，万一有个瘟疫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乡亲们，不能让他们过去啊！各位乡亲们，有劳啊！这车上拉的呀是尸体不假，但是呢，这些人绝非是病死。好，告诉各位啊，这些尸体啊跟咱们东昌府一个案子有关系。现在拉他们进城呢，是要到府衙去验尸，其他的不方便说了，还望各位乡亲们行个方便啊。那可不行，你说不是病死，你把布扯开让我们看看先。对，让我们看看。这位小哥，这还真不能答应。不是你谁呀？在下呀，像我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大人，这人我认识。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你们先走开。小邱姑娘，东昌府衙办案，事关重大，能不能让开呀？小邱姑娘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，你家出大事了。别在这胡说了。孟楠，孟楠，姑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可回来了，快回家去看看吧。邱先生他怎么了？他昨天晚上走了。孟楠，孟楠。哎，不能过啊！这二位小哥怎么不听劝呢？那可不行，您不能过！要再这么纠缠下去，可就触犯大清律了啊！福儿，大白天的瞎嚷嚷什么？你看他后面拉的全都是尸体，哪儿来的尸体啊？这我方才讲过了，不方便告知。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刘墉。您是左都御史刘墉？不错。大人大名如雷贯耳，在下早有耳闻。您大白天的拉这么多尸体，从这儿过可以，但是您得让我看一眼，也给乡亲们个交代。这我方才讲过，不方便。没事，不劳大人动手。哎，秦大哥，别这样！都给我让开！秦大哥，行了，再说一遍，这些尸体绝非是病死的，啊，而且都是咱们东昌府的乡亲们，于情于法，大家都该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过去吧。秦大哥，这五子不懂事儿，
你也跟着瞎胡闹，这大白天的，这么多人呢。你们两个跟我回家。不，姐，他们后边闭嘴都是尸体。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，以后就别再惹我这个姐了。不，哎，要不就算了。走不走？快走！走吧。姐儿啊，走，走了。我爹是怎么死的？你爹是溺水而亡，你也是仵作，这溺水而亡的特征，你也应该知道。没有外伤痕迹，也没有内伤反应。我做了这么多年仵作，我可以确定。庄仵作，你能让我单独陪会儿我爹吗？好，姑娘，节哀。爹，爹，你醒醒！你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？我跟你讲那么多话，你都还回应我。你吃饭吃的也挺香的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爹，你都答应过我，你说你要陪我长大。待我成为一个成熟的仵作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家，让我养你。你怎么不等女儿啊？爹，你醒醒！你能不能睁开眼看看我？邱仵作死了。哎呀，你说，那么漂亮个人儿，说没就没了？老爷，不是那个女的邱仵作，是他爹，叫邱燕飞。哈，怎么死的？听说是在鱼缸里溺水溺死。胡扯！对呀，我也觉得胡扯呀。多大个鱼缸能把人溺死？我听说是脸盆那么大的。老爷，此案必有蹊跷。不是这个事儿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老爷，您是钦差大臣，咱是专门跑过来侦办假传圣旨这样的大案，死个仵作这样的小事情，谁敢劳烦您呢？贺福，哎，你说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啊，一点真本事都学不会。老爷，我该死。就这个拍马屁的功夫啊，拍的我还挺舒服啊。妈，何大人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？刘大人回来了。刘墉回来了。刘大人他带了一堆尸体回来。
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去。回老家？真的？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爹在老家蹦枪谋了份差事，以后天天陪着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过踏实的生活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起了。我捋了一下啊，这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：贾钦差藏匿了赃银，事情暴露以后呢，他花钱雇村民佯装丧葬，想转移赃物。对了，刘大人，您收回的那些银子，数目不对吧？我调查那个贾钦差搜刮的财物可是数不胜数啊。我就找着这么些。行。那就当是转移了部分赃银啊，然后被您刘大人识破了，双方遇到了，打斗了起来，再然后这几个人和他就都死了。刘大人，怎么死的？中毒而死啊！都是中毒而死啊，跟胡江的死法如出一辙。不是，如果照您这么说，应该还有第三方。刘大人。您是否进行过尸检？邱仵作已然验过了啊，而且呢，您是没看出来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和这脖子上啊，都有那个小虫叮的小眼儿。刘大人，叫小人何事啊？大合租啊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查抄蔡永昌府那天，可有这人呢？哎，这不就是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吗？严秉正这个钦差是假的，可他手里的圣旨残片却是真的。到底是谁杀了他？这个假传圣旨案又是谁在幕后操控？他让我发现这个圣旨残片，是想告诉我什么呢？刘大人，刘大人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哎，何大人，我这个病啊，淤积所致啊。这案子，您当真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一点线索也没有啊！这不本来以为找着蛛丝马迹了，你看这一下完全断。可您刘大人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能臣，这案子要是您都办不了，怕是就没人能办了。行，何大人，都这时候了，别开玩笑了。皇上交的差事，现在办成这样，这脑袋都快保不住了。刘大人言重了，皇上知道此案事关重大，非常人能处理，这才专门派了刘大人前来查案。
派了和珅从旁协助，暂时遇到了困难，也是情理之中的嘛。哎，何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呀。这主意我可拿不了。哎，您是专人专办专案，我就是个从旁协助的，一切事情啊，您一人定夺。我定夺什么呀？我现在一点主意没有啊！我现在是刘大人，实不相瞒啊，和珅这几日也是寝食难。皇上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咱们要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我都是难辞其咎啊。所以我想了又想啊，不如我先回京面圣啊，跟皇上那儿好好求求情，争取给咱俩多宽限几日。您在这儿安心休养，相信假以时日，您必定有所进展。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吧，那就有劳何大人。刘大人客气，那我收拾收拾，即刻启程。好，何大人慢走啊。我兄弟二人落草之后，一直盘踞在七旬山，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。后来，上一任东昌知府被调走，蔡永昌接任。他派人找到我们，说要跟我们谈合作。他负责保护我们，负责在每次官兵围剿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们，而我们则负责替他排除异己。排除异己。对，去年3月，赴唐知县傅德在家中死于非命，那就是我们干的。哎，你说这福德是不是山东巡抚傅国泰的侄子呀？正是。好家伙，你们这个连巡抚的侄子都敢杀啊！可以。我们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大人，我还怀疑假传圣旨是傅国泰有意而为之，先除掉蔡永昌，再嫁祸于我们兄弟二人，从而将我们这股势力一网打尽，好替他侄子报仇雪恨。傅国泰毕竟是山东巡抚啊，他办个知府还用费这心思？再说这个事儿，他引火上身呢。